媳妇给他的儿子张大铁开了一次纯中文的家长会，开席岁。上个礼拜，张大铁老同志经过了为期8个月的艰苦学习、认真探索，终于从托儿所毕业，升入了严肃认真的幼儿园小班，也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家长会。收到通知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差了。然后张大铁去这幼儿园呢，就我们小区这幼儿园，他没有外国孩子，也没有外国家长，我就怕他作为唯一一个外国人，他啥也听不懂，我就想让我爸去。大胖友说不，我完全没问题，自己就去了。他去了之后吧，我爸还是不放心。20分钟之后，我爸偷偷也去了。到了幼儿园，来的没有父母，全是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大胖媳妇待了20分钟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围着他。大胖媳妇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中国学生家长的群体。结果旁边老大爷说：“这他们学校总算请了个白外教。”白外教。我爸到的时候，白外教正跟老头老太太们唠呢，因为白外教不知道自己是白外教啊。老头说：“你是老师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让你猜到了。”因为大胖媳妇确实是人民大学指导博士生学术论文的英语老师，所以就产生了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误会。人老头问他：“那你的学生英语好不好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对他们的要求不只是英语好，他们要用英语写论文，成为科学家。我的学生以后都是博士。”老太说：“哎呀妈，这外教挺会说话。”他老伴说：“我觉得这外教有点吹牛。”给我爸气的，回家就跟我告状。我爸说人旁边有个孩子，姥爷问他说：“哎，那你来这儿之前在哪儿啊？”下午人家的人问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你怎么说的了？我说兰州拉面，兰州拉面。对，就知道吃。除了兰州拉面事件，我爸还继续告状，说人家老师说了，这个学期开始啊，我们开设了4个课外兴趣班，信息都已经发在家长群里了，有编程，有美术，有游泳，有街舞，家长们也可以接龙。我爸就问大胖媳妇儿：“你想给大铁学哪个呀？”大胖媳妇反问我爸：“那我能学接龙，谁学街舞啊？接龙听着多酷啊！接龙，接龙。”等我回家还拿手机跟我说呢。你看这个家长群，这个接龙就是最受欢迎的兴趣班。你看老师一打接龙，底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全是报名的。我没看别人报别的，全报接龙。我爸说他本来就听不懂，还不认真听，净打岔。人老师说家长要配合老师培养孩子自主。大胖媳妇说今晚我也想吃排骨。人老师说准备好，孩子可能有2年的叛逆期。大胖媳妇说再好吃也不能2年都吃大盘鸡。如此不认真，还偷偷在手机上刷月饼。人还没回来，先吃上月饼。他这老外眼里，中秋就代表着月饼聚餐。我说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这月饼也代表着对亲友的思念祝福。月饼我早在抖音商城中秋团圆季备齐了，立减叠券，团圆珍贵，好礼不贵，我们幸福过中秋。从家长会出来，那感觉就是我爸和张大铁给中间这个大胖差等生开了个家长会。你这汉语是一点也没学呀。刚才老师说2、3岁的孩子叛逆期，脾气大，你听的是啥呀2岁的孩子，一个大，一个大。拉倒吧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脾气大是啥意思？脾气大是啥意思？你那耳朵是出气儿呀？出气了！我认识的外国人就比汉语最差。我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为了谁呀？你看你现在给你儿子开家长会，你这汉语都听不懂，你学汉语，你给我学的吗？给我学的吗？拿起来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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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吃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，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，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角色交替，把自己的血统屏蔽，恰恰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。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？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，就开始织毛，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，跟人家俩嘚瑟，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。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，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，我做中餐，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，那个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，就挺落寞的。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，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。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给怼回来了，比你加拿大菜强吧？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，再不就怼土豆的，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。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，不论经历几番跋涉，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。你挺大个肚子，不管套上几层裤衩，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。我说你可别装了，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，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，能不能不嘚瑟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，我才能做这饭。我老公又能耐上了。对我们中国菜就尤其是东北菜系，这个豆瓣酱是灵魂，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，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。我说你别叭叭了，你快去吧。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，然后我领你去，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，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。你看看你们，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，几盒鸡腿肉，完事儿了。你看看我们中超，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，这鸡能站起来走，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。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，省着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。这下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，就不乐意了，一拧的。不用你发，我这些年了，我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。
完他就走了。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，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，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，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，你也不是忘了，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。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，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，但他之前呢还有英语课，人英语老师让人就记英语单词，然后我就记混了。第二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，我告诉人家museum。我老公这不也是1、2、3、4声他不分吗？就豆瓣酱他就豆瓣浆，然后记着这个豆瓣浆，完事往那走，这个豆瓣浆就窜台了。结果到中超以后，人家问他你要买啥，他告诉人家赵本山。哎呦我的妈！赵本山，给人整蒙圈了。问他你要碟儿啊？你要碟儿啊？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，带一盒豆瓣酱。我说也挺好，顺利完成任务。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，那我这点豆瓣浆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。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。哎，你老公净白话，他到那儿管人要赵本山，给人家问蒙圈了，问他要碟儿啊，是我记着的，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，要不然根本买不回来。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的，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，越老胆越小；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，越老越奔放。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，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。我公公布莱恩呢，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。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，旅游第2天布兰就跟我说，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。第1天在海南，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，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，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，然后开始唠嗑。布兰啥也没听懂，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，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，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。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，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，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。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，教他汉语的，教他唱歌的，教他跳舞的，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。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。就开始跟温迪嘚瑟，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。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，神经病。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，那能服吗？第2天也去勾引老头，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。温迪懵了，头发都撩出静电了，老头们守身如玉啊！直到那天去海边，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，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，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。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，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，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，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，100全拿走。要钱？问的，那烦你问的。小曼，他俩今天各玩各的，哎，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。还好啊，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，没红也没黑。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，温和不伤肤，民保都能用。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，轻薄不闷脸，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，海边暴晒也不怕。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，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，要不然怎么解释呢？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，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。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，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，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。我跟张大铁说，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。然后坐在那说，那你奶奶说话，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。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，他不敢搭理我奶。我就给我说我姥爷看我奶奶，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，就这老疼啊！这那中国老太太呢？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？我老谁也不怕，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，就咔咔咔咔咔。谁敢惹他呀？不要腿了，不要腿了。